中东局势急剧恶化，伊朗对以色列展开报复，双方离全面开战还有多远？绍伊古承认黑海舰队司令已经死亡，北约计划向乌克兰提供10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今天大兵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些事情。想必4月1号发生在大马士革的事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这里呢大兵就不再赘述了。毫无疑问，以色列这次是真的把伊朗惹急了。当天呢，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表示，以色列将因这次袭击而受到惩罚。同时他还把矛头对准了美国，因为他认为是美国在背后支持了以色列的行动。从目前来看呢，伊朗在军事方面还是没有做出什么大动作，但毫无疑问的是，伊朗不会草草的收场。自从哈以冲突以来，伊朗一直在以提供武器的方式向胡塞武装、哈马斯以及其他抵抗之胡成员提供支援，但至今呢仍未下场，其实力保存的相对完整。而这次以色列的行动几乎是等同于把道义的大棒送到了伊朗手里。毕竟根据国际法，大使馆被视为该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在本土遭受袭击后，伊朗的任何军事行动至少获得了国际法中的合法性。而以军呢，似乎也感受到了威胁，正在进行战略收缩。在加沙西南部，以军结束了长达2个星期的行动，已经从西法医院撤出。而在汉尤尼斯附近，以军的空袭行动仍在继续，并和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产生了激烈交火。同时，以色列军队还在纳赛尔医院和阿麦勒医院附近进行了搜查，以确保哈马斯不在那里建立据点。同一天，黎巴嫩武装向以色列北部城市发射了30枚火箭弹以及1发巡航导弹，以军的防空导弹系统拦截了这枚导弹。而在伊拉克，2个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势力在4月1号事发后，分别向叙利亚霍姆斯省坦夫的美军基地以及以色列中部的特尔诺夫空军基地发起了无人机袭击，但这2次事件呢均未造成人员伤亡。可以看出，以色列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除了身旁的地中海，几乎在多个方向都陷入了消耗战中。而伊朗未来可能采取的直接军事行动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如今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但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就算现在陷入3线作战，依旧尚未显露疲态。就算伊朗真的下场，鹿死谁手还难以论说。4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谢尔盖·平丘克中将成为黑海舰队司令，而他的前任呢，则是俄海军上将维克托·索克洛夫。在去年9月23号，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轰炸了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司令部。事后，乌克兰方面声称，索克洛夫在这次袭击中身亡，俄罗斯并未对该说法做出评论，而是在5天后发布了2段索克洛夫参加活动的视频。然而事后呢，这2段视频被查明是在9月20号之前拍摄的，之后也就再也没有关他的消息了。到了今年2月份，俄罗斯媒体爆出索克洛夫即将被替换，但他们给出的理由呢，是他办事不力，导致黑海舰队遭受重创，1/3的登陆舰已经被摧毁，所以要换掉他。不过更多人相信黑海舰队换将是因为一个死人无法继续胜任司令的岗位，毕竟黑海舰队挨打不是1天2天了，为什么偏偏在死亡讯息流传之后才将其换下呢？真的要想换，光是莫斯科号被潜艇化改造就足以把它拿下了。时间来到了现在，绍伊古确认了将由谢尔盖·平丘克接替科索洛夫的职位，但却完全没有提到科索洛夫失去了司令岗位之后应该去哪儿。这给我们透露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那就是绍伊古仅凭借国防部长的职位已经无法调动科索洛夫了。想让后者动起来，绍伊古只能转职为死灵法师了。综合各种消息看啊，科索洛夫大抵是死了。不过这件事也难说，毕竟俄乌战场信息鱼龙混杂。前一段时间呢，俄罗斯总参谋格拉西莫夫也被传言死于今年1月份乌军对克里米亚地区的空袭，而俄政府呢对这一消息依旧没有做出任何评论。格拉西莫夫好像真的死了，之后没有任何消息。然而在2个月后，大家都以为格拉西莫夫已经在和普里戈金打麻将的时候，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一段视频，
格拉西莫夫来到了俄军刚刚占领的阿夫迪夫卡，为出色士兵颁发奖章。然而格拉西莫夫只疑似死了2个月，而科索洛夫呢，这都6个月没有动静了，估计是真的复活不了了。不过这件事呢，大兵也不敢打保票，万一斯拉普京发力了呢？毕竟神秘学的事情谁也不好说。也在同一天，万众瞩目的乌克兰新征兵法案终于得以实施。该法案呢，旨在将乌克兰的最低征兵年龄从27岁降到25岁。在俄军即将发起大规模攻击之前，乌克兰选择实施该法案也是无奈之举。目前呢，俄军对乌克兰北部的哈尔科夫州的哈尔科夫和苏梅市进行了数轮大规模空袭，旨在破坏该地区的能源系统，尤其是电力。这显然是意有所指。众所周知，乌克兰火炮和坦克对电的需求都不是很大，大部分装甲的电力都由其自带的发动机提供。然而防空系统最重要的部分雷达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吞电巨兽。以美国援助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为例，至少需要2台150千瓦的发电机随行，这相当于普通家庭用电的60倍了。因此爱国者系统会标配一个变压器，用于让整套系统使用城市里的商业电源，用于24小时进行监控。但是一旦城市的供电系统被摧毁，爱国者系统就只能使用自带的发电机了。但使用自带发电机有几个缺点，首先是续航问题，2台发电机在加满柴油后续航只有24小时，要想保持其防空能力，乌军需要想办法持续为其提供燃油。其二呢是经济成本，根据爱国者发电机生产商长春花公司的消息，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每天要为发电机提供680万升的燃料，而每升的成本呢在$1左右。虽然乌克兰雷达的数量远不如阿富汗战争，但是对于能源系统刚刚遭到打击的乌克兰来说，巨量的燃油供应依旧是个不小的问题。所以一旦哈尔科夫州的乌军防空系统因能源不足而产生了断电，俄军就可以趁此机会协同空天军在乌克兰苏梅地区开辟一条新的战场，让哈尔科夫的乌军首尾不能兼顾。所以对于现在的乌克兰来说，征兵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面对俄罗斯人海战术，乌克兰已经使用了所有办法，但战线呢，总要有人去填的。好消息是，俄军的大规模空袭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了。乌克兰情报局副局长瓦迪姆·斯基比茨基少将在4月2号宣布，俄罗斯可能会暂停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以补充导弹库存。俄罗斯军方目前拥有大约950枚高精度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其武器库中的射程或为超过350公里。根据乌克兰情报系统的消息，俄罗斯军方正在试图防止导弹库存降至900枚以下，也就是说，用于对乌克兰境内进行远程打击的导弹即将耗尽。从2023年9月以来，俄罗斯军队没有发射任何口径巡航导弹，俄罗斯已经累积了至少260枚此类导弹，并计划在4月再生产30枚。至于其不发射的原因，无非是有2种，要么是俄军认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可以轻松拦截他们，要么是因为乌克兰的袭击损坏了俄黑海舰队用于发射口径导弹的舰艇，让俄罗斯有弹射不出。但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停止对乌克兰空袭并不是俄罗斯表现出疲态了，俄罗斯导弹库存依旧十分庞大，所以大兵认为俄军呢，这是在为下一步进攻做准备。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娜塔莉亚·胡梅纽克上校也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从克里米亚地区发射不明型号的弹道导弹。目前乌军尚无法通过残骸确定该导弹的具体型号，只能推断它可能是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或者是 Onyx M 反舰巡航导弹的变种。目前他们每个月可以生产大约6到8枚此类导弹。同时，俄罗斯计划在4月生产40枚 Kh-101 巡航导弹，并计划将产量扩大至90枚，以图再对乌克兰目标进行2到3次的大型打击。而在此之前，俄罗斯依旧可以使用伊朗进口的见证者系列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低精度的轰炸。所以，对于现在的乌克兰来说，任何防空系统对他们都有极大的帮助。
所以现在北约计划对乌克兰展开一项价值高达1000亿美元的超级援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议，在5年内，乌克兰建立一个价值1000亿美元的盟国捐款基金。该计划将于今年7月份北约领导人在华盛顿进行集会时进行商讨。同时，为了避免特朗普在赢得大选后导致美国对乌态度的进一步变化，北约还准备接管由美国主导的乌克兰联络防御小组，该部门用于协调北约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在北约接手后，美国在对乌的援助的影响力将会大大降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4月3号进行了一场特别会议，以探讨如何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并表示他们会在华盛顿峰会中商讨这些问题。泽连斯基在事后的视频中声称，只有乌克兰加入北约，欧洲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